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3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蓬佩奥夏威夷之行能否开启中美对话？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新闻啊，蛮重要的新闻。先说新闻本身啊，美国政客就是 Politico 啊，就新闻网星期五引述两个新闻来源，大家记住，一个严肃的媒体啊，通常报道一些重大议题的时候，他通常要寻求两个不同的来源来证实这件事情啊。他说他引述两个不同的来源，证明他对这条新闻是有信心的啊，他们有一个专业的判断。他说什么呢？这个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去夏威夷和中国官员会面啊，这是个非常有爆炸性的新闻啊，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中美关系的局势是非常紧张的啊，非常紧张的。那么如果蓬佩奥跟中国官员见面，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啊。那么他没有透露到底和谁见面啊。这个新闻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中美之间要谈了，要见面了啊。那么我们先谈谈这一点啊，先说这个可能性有多大。那我觉得这个新闻，我之所以今天选择这个议题，我当然是因为我认为这个新闻的可能性非常大啊。为什么？4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这个政客这个杂志路子很野啊，他的网技也很好，所以我觉得他的新闻的这个信用不错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通常这一类新闻就是我们讲外交类的新闻。外交是什么？外交通常是个秘密战线啊，它是一个虽然叫外交，大家看到的都是闪光灯下面的行动，但其实所有的外交行动都是秘密行动啊，所以没有政府自己放风出来，外面的人很难拿到消息啊，因为他不公开，所有的外交谈判、外交的场合都是不公开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记者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拿外交领域的新闻，除非政府专门放消息出来。所以你可以看政客的这个新闻一定是美国政府放风放出来的啊，这是放出来，你很难瞎编，一般编不出来这种新闻。你无中生有怎么可能？你至少有你就算有些新闻我去延伸，我去扩展，但是你得有个依据，你没有依据，你们不可能瞎编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通常政府为什么要放这种新闻来？它都有很多目的的啊。第一个目的，通常民主政治国家啊，它有民主政治国家，虽然外交是秘密的，但是他不敢秘密行事，他怎么办呢？他放点风出来，看看外界反应怎么样。民主政治的国家，他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做的事情都是符合民众预期的，或者是民众接受的。他怎么知道呢？放点风出去，看看大家反应怎么样啊？反应还好啊，我继续往前做；反应不好，我悄悄就不干了。所以这就是民主国家它的政治运作的模式啊。那么或者呢，他放风出来有很多意图，比如说让对方不能反悔啊，有些消息出来，那就大家一再讨论这个问题，你就没办法反悔的了啊，或者是没办法提出新的要求等等。他在外交领域放风出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手段之一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以中美当前的这种局势，中美双方的确是很需要对话。为什么？因为你想一下，两个大国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对抗，
但是到目前为止，你看不到两个国家在谈判，或者是他们在沟通，这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我就解释一下，我后面会解释为什么双方需要沟通。双方沟通它是两个国家之间，如果不了解对方的想法，或者不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这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啊！所以目前中美双方的这种局势是需要双方进行沟通的，需要谈判，需要见面的啊，需要见面。好，那么见谁呢？报道里面没有说啊。那么今天的我看南华早报说是杨洁篪和蓬佩奥对等的，应该有两个人，一个是杨洁篪，一个是王毅啊。杨洁篪是什么呢？杨洁篪是他是中央外事办主任，中央外事办就是中共中央这一头啊，是党务这一头啊，中共中央这一头。中央外事办主任，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他的级别要比谁呢？王毅这是外交部长，但是他其实是国务委员，国务委员是就比国务员其实是副国啊，副国就是副总理，中国的国务员其实相当于副总理的级别，但是他虽然他是国务委员，但是他的级别还是没有杨洁篪高。所以南华早报今天说的是杨洁篪，我认为杨洁篪的可能性比较大。为什么？中美双方来到这个阶段，那已经不是试探对方了啊！那两个人坐在一起就是干什么？广东话叫讲数，就讲什么？那两个字叫讲述啊。广东话其实保留了很多很传神的字。讲述是什么？讲述就是什么叫讲述啊？讲述有几件事情要做的。讲述就是怎么说啊？讲述，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啊。讲述就是，我就讲述到底讲哪些事情。第一，澄清立场，双方一定要澄清立场啊，防止误判啊。无论双方多敌对，就算打仗都要澄清立场啊，澄清立场，搞清楚对方立场，让对方搞清楚自己的立场，这是所有国家之间外交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搞不清楚对方的立场，或者对方搞不清楚自己的立场，这在外交上是非常危险。在现代国家政治当中，这件事情是一上来就要搞清楚啊，这是第一个，澄清立场。第二个，亮牌啊，什么叫亮牌？告诉对方，啪啪啪啪，我有多少张牌，你有多少个把柄捏在我手里。为什么要告诉对方我有什么牌？其实对方都知道我有什么牌，但是我们讲清楚我有什么牌，你讲清楚你有什么牌。那就为什么要讲清楚自己有什么牌？就是要让对方知道你会承受什么样的损失，这是两个国家交往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对方形成压制和约束。就你不敢乱来，你乱来的话你有后果，用后果来约束对方的行为，这就是亮牌的目的啊。这是第二。第三，提出要求，两个人往中间一站，讲述是什么？讲述就是我要你这样，我要你那样，那个对方也说我要你这样，我要你这样。这你要讲清楚，要让对方知道我要求是什么。如果对方不知道我要求什么，那其实双方的行为是会非常危险的。所谓的擦枪走火，讲的就是不清楚对方的要求啊。这是第三点，提出要求啊，就是了解对方的要求，表达自己的要求。第四个，最重要的啊，双方坐在一起一定要讲一件事情。我们前面讲的这三点啊，澄清立场啊，亮牌啊，提出要求啊，都是为第四点做准备的，就是建立交易机制。外交是什么？外交是对外交往，但是其实反过来是另外一个意思。
对外交易。外交在外交事件做什么东西呢？就是利益交换利益交换，你一定要建立一个交易的机制。你建立不了交易机制的话，你双方之间就没办法进行交易。没有办法进行交易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打仗。因为双方冲突到某个程度，政治上已经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那就最终的就是战争。你看一战也好，二战也好，最终的发生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没办法交易。当你两个国家之间已经没办法进行交易的时候，那就是最终就是战争。那么其实双方见面讲述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建立交易机制。我这件事情我要实现，你说有什么条件？对方说我要实现这个，不行，这个我实现不了。那你看有没有其他的？双方要建立一个交易机制，你只有交易机制才可能进行谈判。如果没有交易机制，就没有谈判空间。那么中国和美国之间有没有交易机制？我认为在现在之前是没有交易机制的，原有的交易机制已经崩溃了。那中美之间要建立一个新的交易机制，在新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新的交易机制，中美之间才可能进行对话、沟通、缓解关系。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全面对抗。为什么双方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核心的原因就是之前的交易机制崩溃了，但是又没建立新的交易机制，这就是一个问题啊。那么在此之前，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有一个人，这个人跟杨洁篪现在的角色是很像的。这个人叫什么？叫戴秉国。戴秉国原来是什么呢？是杨洁篪的前任，中央外事办的主任。但是他的中央外事办其实是个办事机构，它不是常设机构。常设机构戴秉国是什么呢？是中联办主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办的主任，叫戴秉国。他原来也是国务员原来做到副部长。后来调的这一头，他是帮胡锦涛搞定什么呢？搞定中美关系的。就中美关系，当中美关系冲突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很紧张，戴秉国就飞一趟华盛顿，去白宫跟白宫谈，把问题解决回来了。每次都是这样，戴秉国时不常的飞趟华盛顿，你一看戴秉国去华盛顿中美之间又要谈了。大概是这样，就当年其实这个戴秉国是从胡锦涛时代主要是在胡锦涛时代胡锦涛是倚重他来解决外交问题的那么从去年到现在，中美之间有没有沟通？没沟通。中美之间唯一一次沟通是什么时候？从去年中美贸易战从中美贸易战，中美之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中美贸易谈判但是除了中美贸易谈判，中美之间有没有外交领域的沟通？完全没有。外交系统、外交渠道基本上是中断的那么只有一个唯一的一次，就4月15号，蓬佩奥打电话给杨洁篪明面上说是蓬佩奥要求中国，你不能够限制控制这个医疗防护用品的出口然后明面上是讲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这件事情理论上来说，中国控制这个医疗用品出口，这个是知道的，我们是知道的那个时候就是美国疫情刚刚上来的时候，口罩到处都买不到，中国就在那个时候掐美国。蓬佩奥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杨洁篪，要求说你们不能够控制这个防护用品。但是有点奇怪，为什么？因为你想一下，蓬佩奥是个什么角色？蓬佩奥就是川普的打手
那天天把中共骂的简直是狗血喷头啊！你让蓬佩奥去打电话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不靠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美国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让谁解决？莱特希泽啊，莱特希泽跟中美在谈贸易谈判是莱特希泽干的事情啊，让莱特希泽去找刘鹤，那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吗？那让蓬佩奥去找杨洁篪，这有点奇怪，在谈这个口罩的问题，这个我觉得不靠谱，所以他肯定在谈别的事儿。如果你现在回过头来看，蓬佩奥当初4月15号给杨洁篪打电话，我觉得就可能双方已经开始建立一个什么呢？建立沟通机制了。为什么？因为你看双方在这个来到4月15号的时候，双方的冲突已经越来越激烈了啊，越来越激烈。那么你现在回头看，可能这次蓬佩奥去夏威夷的见面，可能就是4月15号找杨洁篪，然后后面的一系列沟通，你应该一直就没有停，应该就一直没有停啊，某种方式的沟通，我就不知道什么方式。那么到了一个关键点啊，应该现在就来到了一个关键点，要进行交易了，或者是要建立一个交易机制了，必须面谈，所以才会有一个这样的谈判，或者是一个这样的见面啊。我觉得这次见面，他之所以要见面，肯定有不得不见面的理由啊，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跟美国的政治有关系，就是当他来到一个这个阶段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必须让公众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他就来一次公开见面。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跟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当然全是我的分析啊，全是我的分析。好，我现在分析一下，我梳理一下中美之间目前主要的重大议题有哪些啊？大概有6个重大议题。第一，疫情追责，这是当前对川普来说政治性的重大议题啊。那么它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美国大选，也涉及到川普的政治前景，这是个非常重大的议题，就是疫情追责这件事情啊。这是第一，这是我排第一啊。我是有顺序的啊。第二，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啊，这是也是重大议题，这涉及到美国的战略利益，这是第二啊，因为涉及到好多钱啊。第三，港版国安法，港版国安法涉及到重大的政治利益，重大的战略利益，所以港版国安法实际上是动了美国的蛋糕了，所以美国反应强烈其中。除了是因为中美关系以外，那美国在香港的利益也是巨大的，所以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涉及到中美双方的重大战略利益。第四，台湾问题。第五个，价值观议题，就是美国的价值观，跟美国的价值观有关系。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宗教问题，这些议题都和美国的价值观有关系，美国没有选择，必须反对啊，必须反对。但是它不涉及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它可以当做一个牌来打，但是它不仅仅是把它当牌来打。为什么？你外交部你要实现一个国家的理念，不能仅仅追求利益，你还追求价值观，价值观也是利益。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价值观是利益的问题。价值观本身就是利益，价值观本身是有非常重大战略利益的元素啊，这个很重要啊。第六，南海、一带一路、2025中国制造等和中国所有扩张性的战略有关的战略议题
大概是这6大议题，就是对中美之间来说，会放到谈判桌上来谈的，大概是这6大议题啊。会不会还有其他？可能还会有其他，我可能会漏，大家可以提醒我啊。那么好，那我们今天时间控制还不错啊。那么现在我们来讲讲中美双方的这个中美关系现在的态势啊，现在态势是什么啊？先说美国方面最近期的行动，第一，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川普在玫瑰园的一个5分钟的讲话，涉及4件事。第一，香港议题啊，要对港版国安法采取行动，这是第一个啊。但核心的就是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留学生政策。第三个，中概股。第四个，断绝世卫的往来啊。川普的这个玫瑰园的政策宣示，其实是宣布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的强硬和具体回应。他之前就不是一些政治性的宣示、政治性的主张，不是的了，他是真的要动手的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步一步的落实川普在玫瑰园讲话的这个内容啊，一步一步在落实，全部都在动的了啊，这是第二。第三，昨天我们的议题就是派3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到西太平洋、印太地区。那么派这么强大的军力去西太平洋、太平洋西岸啊，也就是印太地区，那肯定是要施加军事上的压力啊，这是第三个。昨天我们的视频居然讲这样的议题，居然被黄标到现在。YouTube 在干坏事，但是它改变不了我，影响不了我，我还是会这么满怀热情的做新闻啊。第四，对于解放军的这种活跃的行为做出迅速的回应，这是美军开始，从今年开始啊，美军对解放军的很多，包括在南海，包括在台湾海峡的活动反应越来越迅速啊，这第四个。第五个，美国国会推进一系列的制裁的议案，正在推进这件事情。第五个，总共是5个方面。近期美国方面的态势是这样啊，那么中国方面的态势是什么？大概是4个。第一个，人大常委会啊，这个6月18号到20号的人大常委会会议没有把港版国安法列入议题，我从现在来看，我认为就是不会谈的了，不会审议这个议案了。如果你从这个传出来说蓬佩奥跟中国官员见面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人大常委会不是无缘无故的不把这个议案放进去，是中方表示出来的一个态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方面继续履行中美贸易谈判第1阶段协议，在买美国的大豆和农产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加大在台湾海峡对台湾的军事骚扰啊，这个是从上个月开始就不断的持续发生的事情。第四，动员朝鲜啊，对朝鲜半岛进行战术性的袭扰啊，大概是4方面。中国方面就做了，就是中国方面是2进2退，美国方面是全面压境，大概的态势就是一个这样的态势啊。那么动员朝鲜动起来的话，朝鲜还没有全面动起来，就朝鲜，你看朝鲜的动呢，它是有节制的动，就是只是活动，它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比如说发射一个导弹或者进行一场核试验，没有，朝鲜没做这个动作，它只是做了一些形式上的动作
行政上动作有可能是中朝之间还没有讲好还没讲好，只是做一个样子，也有可能中国根本就是告诉他，你不要发导弹，你只是发言论就好，也可能是中国对他就有这样的要求。但是毫无疑问，朝鲜开始动起来了这个是肯定的就也就是说，中国在用朝鲜这张牌。中国用朝鲜这张牌肯定不是随随便便就用了，肯定到了关键时候，那就是亮牌嘛，对吧？好，那我们想一下，为什么在夏威夷夏威夷呢？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一，双方都不想在第三国，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因为你到第三国，你得跟第三国谈吧。那你这个你喜欢的第三国，我未必喜欢；我喜欢第三国，你未必喜欢。你又找新加坡，那不一定合适。所以就是要么去你那儿，要么去我这儿，看谁提出来谈。通常我提出来要见面，就在你那儿；你提出来见面，在我这儿。你看，如果是在夏威夷，那就应该是中国提出来见面。通常的惯例是这样那然后跑到夏威夷去，不在华盛顿见面，为什么？那当然是为了低调一点就是让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但是又不是在一个非常注意的地方去进行这是一个蛮妙的选点是一个蛮妙的选点这是夏威夷。好。我们再讲2点讲3点，后面3点我没有做准备，我只是现在大体上说一下，因为时间不太够了先说川普的想法。川普现在是什么样的想法？就是来到这一刻，川普面对的局面，他后面在想什么？那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川普的民调大跌川普的民调大跌。川普的民调大跌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解读我肯定不权威，但是我有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什么？我只是想看川普的民调大跌怎么去影响他对中国关系的看法。川普民调越跌，川普对华政策会越强硬，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中国议题变成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现在这个美国黑人的这场运动已经直接在冲击他的选情了。从民调来看，那怎么办？你让川普去改变他既有的立场，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他要去改变既有的立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选情就会崩盘，因为他的基本盘可能就翻脸了。所以川普没有办法在现有的这场运动中马上去改变他的立场，去挽救他的选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对于川普来说，他的选择是什么？他的选择无非是2个。第一个，继续对华强硬；第二个，制造新的关注点。制造新的关注点，你才能够让大家的议题由现在的黑人民权运动转到新的议题上来，否则他的民调会继续惨不忍睹。所以对于川普来说，川普的想法一定是要必须马上立即见效的和在中国议题上做一些新闻出来。我觉得川普现在的想法就是这个。好，我们说说习近平的想法习近平的想法。那么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不是王毅而是杨洁篪？杨洁篪毫无疑问不是习近平的人，但是他是个技术官僚那么他是胡延伸下来的一个人。
那么他当然他没有王毅这么贴心啊，你看王毅多贴心，出哪都带着王毅啊。但是这次要谈，如果是杨洁篪谈的话，意味着什么？那可能不一定高兴，习不一定高兴这么安排，有可能是美国提出来的，我不跟王毅谈，我跟杨洁篪谈。杨洁篪是外事办主任，他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党务系统是负责外交系统、外交事务的，跟他谈也对，因为他在王毅之上。但是他是不是习近平的心腹不好说，但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多数情况下，我觉得他要坐的这个位置上，那也得投名状啊，也得交投名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习近平的心态上的改变，就是群狼外交，叫什么战狼外交，好看是好看啊，在国内小粉红看得很舒服很爽，但是不管用，不解决问题。中国面临这么大的外交压力啊，就是外交理论啊，外面都开糊了，都正在糊的过程当中，你不再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直接糊给你看。那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认为王毅有这样的能力，也有这样的就是认受性，美国也不一定接受他。那么让杨洁篪去，可能是习面对现实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承受了压力，这就是我大概的分析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所有人都会问的问题，我先说说啊，反正大家都要问，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啊？结果真的不好说。为什么？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变数啊，非常多的变数。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对美国来说，现在需要的就是开打，尽量的进行冲突。川普最需要的是冲突，持续的发生冲突，能把这个议题转过来。中国当然不希望发生，因为中国他手上没什么牌，没什么牌，冲突对他来说真的是没什么好下场。中国希望谈，那么意味着中国必须，如果中国继续想往下谈，那你就必须做出让步，你不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美国肯定不跟你谈，或者跟你拖着，但是那边继续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方面是需要做让步的，而且中国肯定是做好了让步的准备，那是带着礼上的。你没带着礼上，你谈什么谈？没什么好谈。所以我觉得要见面，肯定中国做好了让步的内容，已经准备好的了，否则的话谈也没意义。那就是美国边谈边打。你说见面，好见一个面嘛，但是我这边该打还得打。所以，但是这不是中国想要的结果。所以从分析的角度来说，我是认为这次见面一定是意味着中国的让步。那么在哪个地方让步，哪些是中国可以接受的让步，而这个让步的幅度要足够的大，让美国可以愿意，行，你这个我们就收了，然后我们就往下谈。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而且中国的让步必须让美国的选民看到，就是美国的选民是知道中国在让步，美国得了好处了，或者是美国赢了这件事情。那否则川普你悄悄的给一些好处，我悄悄的收了，川普又没办法拿出来秀，不能秀的战果对川普来说没意义。为什么？因为他选总统，他要选总统他才能，你比如说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不能公布，但是协议的内容川普倒背如流，对吧？为什么？就要秀啊，你不秀你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要秀啊。那肯定是中国做出的让步，一定不是桌子底下才能讲，桌子上面不能讲的事情，一定是桌子上面也能讲的事情。那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最大可能性就是香港。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香港啊，因为台湾问题
没办法让，台湾问题不好让，因为没办法说，没办法谈。那么其他的议题，追责问题怎么谈？没法谈。所以我认为在重大议题方面，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更多的大家关注香港问题吧。好吧，我们今天大体上就谈到这里啊，谈到这里。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啊，新来的网友请订阅。那么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我再说一遍啊，就是我们昨天的这个美国3艘航母派到西太平洋去的这个政治含义，我其实整个内容是分析政治含义，结果被 YouTube 黄标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一个行动啊，而且从而证实了我之前的判断，就是 YouTube 在非常有系统的针对我个人啊，针对我们这个平台。我们在指出他冻结我们数据的时候，他又冻结我们的数据，就是他在持续的在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要报告大家，我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没关系，我不害怕，这件事情不会改变我，也不会影响我的专业行为，我继续会满腔热情的投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请大家放心啊。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3个情况、问题、观点，谢谢啊。明线 LAN 4902，许多人把这场运动跟文革做比较，不是单就表面，而是担心进行的方向啊，政治正确全面侵蚀 ，cancel culture 让异议者离职。企业自我审查，以免遭猎污；社区平台打压独立思考，批评运动被肉搜威胁，王舍也是打压的受害者。美国的事件却在英国、欧洲甚至澳洲都出现了类似的抗争，但就这点就有别以往，而且不因为中国发生过文革，中国就独占这个词语。美国建国传统和价值正在面临一场革命。那个认为美国从 DNA 就歧视黑人的1619计划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今天的会员直播，我今天就会讲我怎么看待这场黑人运动啊。那我首先阐明2点，第一点，把这场黑人的平权运动和文革相提并论，是中共非常可耻的阴谋。大家记住，拿这场平权运动，这场黑人运动首先是个平权运动，是个追求人权平等的运动。把这场运动和文革相提并论，这肯定是中共幕后的操作。这2件事情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啊，所以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件事情。中共在后面没有少推波助澜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怎么看待美国的这场运动啊，就是民权运动，需要做几件事情。要了解美国的历史，要了解美国的政治，要了解美国的社会。我认为大家不应该就这么简单的就去看见什么，然后就马上简单的做出一个浅白的分析啊，那个我觉得是不负责任啊，也不公平，一定要去做些功课啊。那我今天的会员直播我就讲这个Jeff 王谢谢Philip 陈谢谢 Mike 朱谢谢 Bella 瑞谢谢 Vivian Z 谢谢 Daniel 梁谢谢 Momo 谢谢。好现在互动啊，观点
表面上开骂，背地里谈判的方法对美国很不利。骂美国不是中共的对手，谈判更不是中共的对手，并且因为背地里的谈，中国耍无赖，美国一点办法都没有，美国还是把一切放在桌面上比较合适。这是一场绅士与流氓的对话。你太不了解美国了啊！美国是不跟你骂，美国骂起来，你看一下蓬佩奥把中共骂成什么样了？你看一下谈判，看一下中美贸易谈判，美国谈出个什么结果来？我觉得你一定要想办法看看事实啊！我们不能够凭印象啊！美国是专业团队，他骂起来有系统的骂。蓬佩奥，你看过去2个月吧，把从中共骂到中国啊，等等一系列骂下来，非常痛快的。你要去看一下。还有就是谈判讲的是什么？谈判讲的是实力啊，中国的逻辑是什么？中国的逻辑就是讲技巧，讲诡计啊。但是其实当然诡计有用，轨道啊。但是真正你在谈判桌上还是讲实力的啊。观点，我认为成本最低的见面礼就是撤销港版国安法的审议，有可能是啊，有可能是。观点，中共的特点是你跟他讲理的时候，他和你耍流氓；你对他强硬的时候，他又来和你讲道理。川普这种人的性格恰好是中共这种特性的克星。这次和中方见面的人选是蓬佩奥，就决定了这次见面美方的态度只会是强硬，否则就会选莱特希泽和努姆钦啊。我认为这次很难达成任何共识，不会让努姆钦跟莱特希泽去嘛？这是一场外交谈判嘛，对吗？你不让这个蓬佩奥去，让莱特希泽去，蓬佩奥就辞职了，是吧？你说呢？为什么派杨去？之前2月15号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王毅和蓬佩奥及国防部长库斯伯有过激烈的交锋啊，他们打过掐过啊，有可能啊。观点，这次美国国会对2位常委、高官及政协体制打蛇打到7寸，绝对打疼了，不然不会私下坐下来谈判。个人财产冻结和拒签，无论在公众还是国际上非常尴尬。关联度不大，为什么？因为那还是一个议案啊，离过不过得去还不好说呢啊。提问，王先生认为美国有可能在哪些方面做出让步？会不会又把香港人卖了？美国让步，美国为什么要让步？美国一手王炸，他为什么要让步？我没看见。他要的东西已经装兜里了，中美贸易谈判协议已经装兜里了，他没有让步的空间，也没有让步的必要，你说呢？观点，坐标美国，我从新年中国疫情开始关注王先生，然后每天看新闻，眼睁睁地看着几个月来中美关系从好端端到了这一步如此紧张，感觉也是醉了。这些蠢人真不觉得自己有错吗？谎话说着说着就真了吗？美国千万不能手软，看着国内网站每天推送的乌七八糟污蔑美国的言论，简直气到爆炸。真的想看到他们挨打，得到教训。两国关系没那么简单啊！但是，当美国是这样，美国呢，他做所有的行为，它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它也是个民意决定的国家啊。所以，美国做任何动作，它必须要有依据啊。当中国的那些行为让美国改变，那美国觉得受到威胁，我要改变，美国就改变了政策啊，这个政策拐弯了。什么时候开始拐弯？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出来，就是美国的政策的拐弯，就是实行了20年的接触政策，
到现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脱钩政策。脱钩政策下一步是什么？再往下是什么？那就是敌对政策。那么美国政策开始发生了转变，那么之前的做法现在就不会的了，那就要改变调整了。所以现在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新的啊。观点对，王舍说的对，价值观本身就是利益。对内地百姓来说，一是自己永远是5%的群体，只要不犯事，一生平安，但不知道本身国家就是人至高于一切。二是自由是禁忌的词汇，他们发自真心上交自己的自由，觉得自由只是一个无用的东西，自由的价值不知道哪天才会被他们重视。觉得共党真的把一代代人的心智都洗刷无几了，痛心。提问王先生，一直有一个问题不理解，欧洲因为疫情死了很多人，民怨也应该很严重，德法等国家会任由政府肆好中共吗？欧洲人民为什么不反对？欧洲人民为什么不反对？我不知道欧洲人民有没有反对，我也不清楚欧洲人民有没有反对，所以你这个前提我不知道，所以我没办法答。但是我们之前的一个视频我解释过为什么在一系列的中美对抗的过程当中，欧盟的立场非常的暧昧，它为什么会这么暧昧？跟什么有关系？跟欧盟一直追求的一样东西有关系，就是中欧投资协议。欧盟就非常希望得到这个东西，中国就拿着这个东西引诱欧洲啊，欧盟就一步一步的在做做表演做各种表演。他内心是怎么想？欧盟的内心很简单，我尽快的拿到这样东西，我再来重申我的立场。因为为什么？美国通过它强大的力量、实力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给它很多优待。欧盟觉得，如果我不再不用一个协议来保障我的话，我会在中国的利益会受到损害。所以欧洲花了6年时间跟中国谈判，谈什么投资协议，但其实他们被骗了，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欧洲人民怎么看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回头会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谢谢你的提醒，非常对。观点，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国内情况，即使再见面，也不可能回到从前的合作发展关系，相互之间的信任基础没有了。不仅和美国，目前的中国和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平和的基础，中美关系能回到基本正常的外交关系就不错了。非常正确，你的判断。第一，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已经崩溃了这个从去年中美贸易战就已经反映了这个基本事实这是第一条。所以中国跟中美关系永远都回不到从前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国的现有的国策已经让它和西方国家翻脸了包括欧盟。但是欧盟为什么在中美冲突过程当中态度暧昧？他还是想得到中欧投资协议，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欧盟在疫情上面的愤怒的态度，这个不反，欧盟也是很愤怒的我们不能只看一条新闻，有很多条新闻的。谁来看？我来看，我来告诉大家好吗？我来帮大家做这个工作。情况，今天的微信群流传一个华为的大外宣传片，说美国之所以打击华为，是因为美国看不惯华为 5G 技术比美国先进2代，比欧洲先进3代，所以打压华为，抓孟晚舟。华为说中华有为，叫国人支持国货，不买苹果。这个片看得不少小粉红热血沸腾。资讯屏蔽的后果，很多强力人根本不知道华为的真实新闻。华为我觉得剩下时间不多了吧，
马上就到9月份了。华为的临时许可应该是到9月中，它的存货应该剩下了半年时间，也就到年底，大概是这样啊。而且我认为所谓的存货到年底半年时间这个说法不大成立啊，不大成立。原因是什么？你买的是电子配件、电子器件随时在调整的啊，所以你怎么存货？很难存货的。但是华为的日子不长了啊，所以你看最近华为的动作很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日子不长了。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华为的 5G 技术比美国、欧洲、比整个世界先进10000代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芯片，你没办法做那些设备了。对吧？如果你没有芯片，你怎么做那些设备？你自己做吗？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就结论其实就是华为的日子不长了，就这么简单啊。观点：川普民调大跌是一个伪命题，今年的选举一面倒，没有悬念，川普肯定赢，尤其是这次非裔暴乱之后，川普赢定了。OK。情况：今天台湾挺香港的反送中集会有7000多人参加，林夕等人也有发言。台湾希望香港挺过这次民主浩劫啊。情况：各大企事业单位备案个人亲属关系，去世的直系亲属也要写，国家电网公司全部都在写，就是现在就是加紧什么收紧对国民的人身控制啊。提问：在科技发展对政治和国际关系影响越来越大，王先生可以开一集来讲讲你的看法和预测吗？有契机吗？有什么契机吗？观点：中国外交完全不懂西方文化，比如对澳洲一边打压、警告、谴责，今天又突然把一个在中国关了6年的澳洲毒贩判了死刑，另一边继续要和澳洲一带一路，以孔子学院给澳洲大学发钱，中国以为外国人也可以按照打个巴掌给个糖枣的方式处理。观点：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员也是认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可以撒谎。这不仅仅是中共党员，大部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这样，这跟中共有关系，但是还是跟中国的文化有关系。你看看中国的史书里面记载的那些人做的那些事情，大部分是这样的，为了这个达到目的啊，这叫什么韬光养晦啊，卧薪尝胆啊，等等啊，都是这样啊。提问：华为来一个破产重组，改了名字，美国还制裁他吗？我真的不是美国，我不觉得华为变身以后别人就不知道它了。如果他不知道它的话，那变身以后就不是华为啊，你说是不是？我举一个例子啊，可口可乐，可口可乐的配方全世界都知道，没有什么稀奇的。你能拿到可口可乐的配方，我也能拿到可口可乐的配方。你能做一瓶可口可乐，我也能做一瓶可口可乐。为什么没有人仿冒可口可乐去卖呢？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可口可乐，你卖不出去啊，就是这么简单。华为是一样的，华为顶着华为这个名字，它的东西才能卖出去啊。如果它不顶着华为这个名字，它东西怎么卖出去啊？卖不出去啊。所以它如果重组改名，等于什么？你等于成立另外一家公司，跟华为有1毛钱的关系？没有1毛钱的关系，好吧？情况：前2天有人说加拿大签证收紧，今天赶上直播，我说一下我观察到的情况。我30多岁单身，已经拿到学签，今年9月开始读书。根据我交流群里的反馈，感觉是收紧了，那些可过可不过的申请者
简单说，签证官觉得你学习计划不合理，或者完成学业有困难，就100%拒签。如果想提高过签率，考一个高分雅思会帮助很多。OK， 好，明谢，Sally， 谢谢支持王先生坚持自己的新闻理念，谢谢你啊。Miss Four Rose， 谢谢，继续支持王先生的节目。产 Claudia， 谢谢。孟琪琪，谢谢，喜欢王老师的节目，这周推荐给好几个墙内的朋友听，希望能帮到他们，请王老师喝杯奶茶，谢谢。Stephen 孙，谢谢王老师关于黑人运动的这几句话，当服一大白，谢谢。Clarence 酷，谢谢伟发，谢谢。提问：美国会让中国像德国一样跳脱衣舞吗？不明白，我不明白在问什么，你能再问一下吗？好吗 ？Lam， 谢谢。我从2014年游戏门事件开始关注西方世界，开始观察西方文明中逐渐露出爪牙的黑暗。这次弗洛伊德事件跟近几年类似的案件都有主流媒体刻意把事件往种族歧视上带风向的操作痕迹，黑人杀白人的案件就不会得到关注。统计数据里，警察暴力是在逐年改善的，但是体制性种族歧视成见已深，就当作是我们注意到的重点不同吧。OK， 某某，谢谢。观点：读《光荣与梦想》就能理解这次黑人的运动。我相信这是美国的一次自我修复。情况：今天知名官媒南方周末微信头条说广东拾荒买车买房，里面讲一对老夫妇摆摊的时候开始收垃圾，后来儿子结婚，转头拿出10万块。新闻居然还配了一张破旧垃圾站的照片，这是告诉人们摆不了摊可以去拾荒嘛？观点：中共在如此重要的时间节点派杨洁篪、王毅和蓬佩奥谈判，目的是：一、对美释放一些善意，比如全面履行第一阶段协议，暂缓推出港版国安法；二、试探一下美国底线，比如哪些地方有转圜余地，哪些地方美国不会让步等等。因为杨在外交口多年，未有亮眼建树，这次不可能办成什么事情。OK， 观点：王老师您好，您对拿美国平权运动与中国文革相比的点评非常好。不管美国历史上的歧视黑人法案还是排华法案，都是当时历史的局限性造成，关键还在于以后勇于改正。非常对。观点：新冠武汉始发是海鲜市场，现在北京的内部爆发也是肉类市场，墙内把矛头指向三文鱼，香港专家说不可能是鱼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请大家点赞，谢谢。